自由与死亡只有一线之隔。大家好，欢迎来到看守所的第25档展览，我是所长冰华。这个礼拜我们邀请到了播影社以及折社的创办人李志伟先生来为大家举办展览。我们现在请志伟跟大家介绍一下他的作品。这个空间第一档的时候，我有来看守所，跟我这个主题有点接近。我是志伟，我的作品是窥视自由。押访作为一个社会规训最极端的法律的手段，其实它有很多潜移默化的东西。我在拍的就景美人权园区的看守所60间，在仁爱楼，主要是有女性的收容人的看守所，那包括陈局去那里看看守所押访，就是男生女生有什么差别？园区保留这些押访的状况还蛮完整的，墙面的一些痕迹、抓痕，整间都是软垫、活胶，整个就是发霉。进到那些房间是感觉到更阴森。反过来我也知道这个的收容的犯人可能就是更重度的。窥视孔是外面在看里面，他会看得很清楚，但是从里面因为一个透视的关系，我们会不知道外面有没有人在看。景美人权园区的这个收容人来说，这一个孔可能是他唯一接触自由的机会。有人频繁的在这个孔出入的时候，可能代表解放、释放，或者你是要被带到监牢或审判。让我就感觉到说，哇，原来他们只能靠这个来联系外界，看不到外面的样子。所以我就用手机离开的时候拍了一张人像模式智能前景深的效果，自动去抓对焦点。然后我拍了一张以后，我发现它非常迷人，就是比我相机拍跟我肉眼拍都还要迷人。我不晓得他把那个对焦对在哪里，然后那个前景深只有1.8，突然间对于这个自由的想象有一种扑朔迷离，就是既清楚我知道在那里，但是我又看不到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又再回去用手机每一个房间就再用人像模式再去拍，检视我自己的相机跟手机。我最后决定全部用手机来做，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更贴切我当时的那个感觉。包括时钟，它就是固定在4点钟。我觉得这4就是有很多那种社会在那个时代的控制扣卡的那个照片。你看你几公分进来一定会先拍。历史建筑过了整40-50年，再走进去的时候，都还是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那种氛围。先辈们他们要待在这里5天5日的比较隐性的社会规训的东西，就象征欢迎大家来，可以坐在这个地上独居房的感觉，然后感受一下那个自由的高度。